假如玩家也可以穿上村民的衣服。众所周知 ，MC 中的村民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有种地的、捕鱼的、卖肉的、贩剑的，各种职业应有尽有。每个职业的村民还给自己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衣服，特征非常明显。比如说，农民有一个大大的草帽，制图师有一个金灿灿的眼镜，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得出来。那如果我们玩家自己也可以获得这些服装呢？村民们一天天的这么辛苦啊，我们完全可以穿上他们的衣服去帮他们干点活。不过想要拿到他们的衣服啊，我们就要……等一下，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打村民来获得服装？没射到呢想什么呢？村庄英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我们可以到村民的家里找到他们的箱子，在他们的箱子里面可以找到他们的职业套装。毕竟他们成天在外面工作，衣服弄脏了，总得有一套备用的衣服拿来换洗，对吧？各种职业的衣服都有，比如说这套盔甲匠的衣服，头上戴个眼罩；屠夫的衣服是一个白色的背心；制图师是一个金色的眼镜；牧师有一套紫色的长袍；农夫有一个大大的草帽；武器匠有一个独眼眼罩等等。这些村民的服装穿上去之后还有特殊的功能，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村民在等级解锁之后，他们会获得一个再生的能力。而如果我们穿了全套的衣服去和他们交易的话，他们解锁等级之后，我们同样也会获得一个再生的能力。并且某些职业在进行一些和职业有关的操作的时候，就比如钓鱼，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经验值加成。本来每次钓鱼是获得1到6点经验值，而穿上衣服之后可以获得10来点经验值。好家伙，这是获得了泰拉路亚的鱼力提升吧？不过根据作者所说现在的话只有这个渔夫有效，其他村民的服装暂时还没有做出效果。当然这个傻子村民也没有特殊的效果，倒不如给傻子添加一个交易可以打骨折的能力。我都这么傻了，卖东西不给我卖便宜一点，怎么合适嘛？那么主要的村民讲完了，我们来讲一下次要的村民就是流浪双神，流浪商人流浪商人也是村民的一份子了。我们想要获得流浪商人的套装就要击杀你是不是以为我又要打流浪商人了？没错就是要把流浪商人击杀了之后才可以掉他的衣服。他们可比那些怪物们黑心多了。他的衣服还是比较厚实的，足足有4件，也不知道他平时招惹了多少人整个人裹的只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然后流浪商人有一个可以吃药水隐身的效果，我们穿了这个衣服之后也可以隐身。一种隐身的方式是受到伤害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1分钟的隐身效果，或者到了晚上之后我们也可以隐身。不过这个隐身能力的话，你说他穿的衣服这么多，衣服也不隐身掉，这谁看不见嘛？你看我离那个僵尸有800米远，僵尸大老远的就冲过来想要笑话我，这隐身了个寂寞呀。然后是这些敌对的灾厄村民，目前这些灾厄村民的衣服正处于制作阶段，我们在生存模式中是没办法获得的。你看我们穿这个掠夺者的衣服和这个掠夺者比起来，是不是不能说完全一致，只能说一模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切换成生存模式的话，还是会挨打的，只是换了套衣服，他还是可以认出我们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可以骑劫掠兽。骑着劫掠兽的时候可太拉风了，我们还可以骑着它去村庄里面打铁傀儡。不过如果我们在生存模式下的话，自己也会被这个劫掠兽打到。骑是可以骑啦，就是骑久了的话腚有点疼。然后是幻魔者，幻魔者的话有特殊的技能，我们按 V 键的时候可以召唤幻魔者之牙，而且可以连续发动，对周围的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而当我们蹲下来使用技能的话，就可以召唤脑鬼，但是这个技能非常的鸡肋，因为我们召唤出来的脑鬼它是会反过来攻击我们的。不过作者也没有给他们添加到正式的生存中不然这几件衣服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掠夺者的旗帜可以佩戴，当我们穿着掠夺者的套装，然后再带一个掠夺者的旗帜，这个时候如果有玩家或者生物击杀了我们，他们就会获得一个不祥征兆的效果。你说这个玩家击杀的话我还可以理解我们的小伙伴把我们杀了之后去村庄就会激发劫掠，那生物击杀了我们是几个意思嘛？好，铁傀儡已经把我们杀掉了我们现在传送回去。这个村庄也没有发生劫掠嘛？铁傀儡身上飘着绿色的药水效果，但是没有劫掠产生。太可惜了，这样我的劫掠计划不会生效，真是太好了，这样子村庄的安危就可以得到保障了。正好现在说到了铁傀儡，我们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变成铁傀儡的。铁傀儡的装备不需要从村民那边拿，我们是可以自己制作的，只需要用到一些铁块、藤蔓还有红石等等。这个铁傀儡装备可是一个超级强力的武器，首先它有15点护甲值，另外还会给我们一个抗性5再加上力量5的效果。除了移动速度有点慢，它简直就是一个移动坦克。我们普通攻击下铁傀儡有10几点伤害，而铁傀儡打一下我们血都不带掉的，非常适合我这种村庄英雄跳起来打一下甚至可以直接秒掉一只小僵尸，连村民都可以一下一个。我知道这个时候有人又会说了小包你怎么又在欺负村民？胡说，铁傀儡动的手关我小包什么事？观众朋友们觉得我说的对的可以把保护打在弹幕上。
啊。另外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村民们如果被雷劈了的话，就会被打出原形，就会变成女巫。而如果我们击败女巫的话，是可以凑齐一套女巫套装的。女巫套装有火焰免疫的效果，就算在岩浆中泡澡也没事。另外，在我们血量很低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一个再生的特殊能力。另外，这个模组还添加了不少和其他模组兼容的衣服，就比如我身上这个卷心菜种植者套装。之前有一期可以驯服小节掠兽的模组中就有这么一个村民职业。看作者回复的评论，他后期应该会添加更多村民的衣服的，还可能会把除了渔夫之外的村民能力给做好。OK， 那么我是小包，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